好，接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这台14加上海飞秀的一个安装视频。首先我们收到的话是主机一台，然后再看我们的配件。我们配件的话，这个是屏幕跟这个屏幕支架，还有就是我们的头子，这个是钻石微雕头、吸笔头，然后3级射频头、眼部超音波、面部超音波，这个是那个高速波，然后是冰锤、光子灯，还有就是这个喷枪，还有我们的这个 BIO、电动微针、铲皮刀、排毒笔，然后泡泡笔，还有就是我们的挂架椅对。还有小配件的话就是气泡，这个气泡头1包，电动微针的这个微晶头1个，还有就是我们钻石微雕头的这个头子，电源线1个。安装好挂架之后，然后再安装我们的手柄，先安装我们右边的手柄。那右边的手柄的话呢，先看一下这个标签贴的是英文标签，到时候收到之后是中文标签，这个不影响的啊。然后先看第一个头是我们的面部超音波，那面部超音波头就是这个头，这个头子这里是2星的，这里有凹槽凸槽，凹槽跟凸槽对准插进去，然后旋住，然后弄好之后再把我们的挂架挂上去。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眼部超音波头，就是这个头，然后也是同样的方法，凹槽对凸槽这里上面也有个槽位啊，直接就是对准之后再插，然后锁好，就记得锁好。第三个是我们的冰头，然后也是同样的方法，凹槽对凸槽插上去，插好之后，然后再绑好。然后第4个是我们的铲皮刀，铲皮刀也是槽位对槽位的插，插好之后，然后再把铲皮刀放上去。然后第5个是我们的高速波。那这个有个这个高速波头的话呢，它的里面的芯会比较细一点，然后插的时候也是这里有个槽位，然后这头上这里也有个凸出来的点，也是2个要对好，对好之后再插，然后装好，插好之后再把我们的头挂上去。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吸笔头，吸笔头的话，它这个管子蓝色的管子是插2个透明管的，插的时候呢用力怼进去要插紧啊，插的时候一定要插紧，然后用力怼进去，不然会影响到吸力的。然后我们这个头子拔的时候是蓝色的口压下去再拔的，你这样子如果插进去之后，然后硬拽是拽不下来的，要压下去然后再拔。好，插好之后还有一根线，这根黑色的这个头子插到这旁边。好，插好之后呢，再把我们这个头子放上去，然后还有一个吸笔头，还有一个泡泡笔。泡泡笔的话呢，安装的话是，就是这个是旋的，这个要锁好，不然这里会漏泡泡出来。安装好之后再安装我们左边的这个挂架啊，这2个头是我们的光子灯，这2个光子灯，光子灯的话是随便哪个孔都可以插的，只要是看到2个孔就行了。然后下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电动微针头插进去。下面这一个是这个射频头，这个微针头那个 BIO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3级射频头，然后这一个孔是我们的这个排毒笔跟我们的钻石微雕头2个头是共用这个头的，如果说你这时候需要用到这个钻石微雕头的话，你就直接插电钻石微雕。如果说你现在需要用排毒笔的话呢，用到这个排毒笔的话呢，就把这个头拔下来，然后把这排毒笔的这个插上去。它们这2个头是共用这一个口的。然后这个下面的这个是喷枪。我们收到我们的高速波头是这样子，然后这里还有根透明管子呢，直接插进去就 OK 了。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钻石微雕头的话呢，它是这个盒子里面装的这个头子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这个大的、中号的、小号的都有，然后根据要操作的面积部位来决定。如果说你要操作鼻翼的话，就用这种小的；那操作脸颊大面积的话，就用这种大的；操作身体的话，也是可以用这种大的。然后这个棉片是有什么作用呢？您放的时候呢，先把这个棉片呢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放这个孔，然后先把这个棉片塞进去，因为它里面防止有些脏东西会过滤到管道里面，然后塞进去之后，然后再把它拧好。安装好之后直接通电开机就好了。然后开机之后，好，先看到我们的这边的界面选项，那这边界面的选项就是我们探头的进入界面。那看到第一个是我们的吸笔头，就是我们这个吸笔头就是用到第1个界面。然后第2个界面呢是我们的两个头子共用的这个，一个是排毒笔，一个是钻石微雕头，这2个头的话就是共用到这个界面。那第3个呢是我们的喷枪，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界面，第3个界面就是我们的喷枪。那这个是我们的 BIO 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头子，这个 BIO。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光子灯，2个头子就是用到这一个界面。这个是我们的脸部超音波头，脸部超音波头呢就是这一个头子，这个是我们的脸部超音波，这一个是我们的眼部超音波，下面这个是我们的铲皮刀，这是我们的铲皮刀，下面这个是我们的电动微针头，这个是我们的3级射频头。下面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泡泡笔，这个头子是我们的泡泡笔。接下来的话，在下面的话是我们的冰头，最后一个的话是我们的高速波头。先
先说我们进入界面的一个选项，先看到第一个我们的洗笔头。那第一个洗笔头的话呢，看到这进入界面之后，它有3个瓶子 A、B、C， 3个瓶子就是相对下面我们3个瓶子 A、B、C， 这3个瓶子装清水也好，小气泡溶液也好，生理盐水也好，就装在瓶子里面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是在瓶子上面这里去选择好之后 A 瓶，就比如说 A 瓶，然后开始，这是开始暂停。那我们开始之后呢，然后就可以看一下，然后我们下面这里是调节这2个，这个是调节吸力大小的。那这个是大，就是这一边是这样子大，把吸力调到最大，就是这样子去旋到这里拧不动了，就是调到最大了。那现在吸力是最大的。然后这边是调水，水的话呢，这个是往这边是关掉水循环，这边是打开，这个是最大的，这里这样调越调越大。这是如果说你这样旋的话，它的水循环就是最大的啊，往这个方向拧，就水循环越来越大。那如果说觉得水循环太出水太厉害的话，就直接就是往这边去旋，调到最小就好了，关掉。那调节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调。然后接着我们第二个我们的钻石微雕头。我们头子操作的话呢，看到第2个界面啊，这个 P1、P2、P3、P4， 它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模式，然后下面这个是一个放气的时间，下面这个是吸气的时间。正常来说的话，它吸就是比如说吸一下放一下，吸一下放一下，这样子去调节，看你怎么去操作吧。我开启一下，那吸2秒放2秒，那我这个是吸2秒放3秒，它这个就是这个是放气时间、吸气的时间，所以的话，这个你们自己去调节看一下哪个模式你们会好操作一点。然后这个是开始暂停啊，这边是一个帕数，就是机械泵的一个帕力的显示，这个的话是调不动的，不用管的，这里都调不动。然后看到第3个就是我们的喷枪，的话呢，就是直接就是加一些清水啊，或者是对一些浓稠型的产品，但是要对水啊，把喷枪的密度，就是你产品的话放一点点兑水的话变满，这样对把它兑稀来操作就好了。这个喷枪就直接就是开始之后直接按喷枪喷出来就行了。然后下面这个是我们的 BIO， 那我们 BIO 头的话呢 ，BIO 的话是我们的生物电。那第一个的话也是它的一个模式的选项 ，P1 它的模式的话就是持续放电，就这样子一直打。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放一下松一下，它这个是连续模式、间接模式，这个的话只是它的收放时间会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能量，开始01的时候，然后开始之后它就会亮灯，然后它这时候就有能量了。如果说你觉得能量不够的话呢，就往上加就好了。这个根据每个客户的一个就是接受度来调的。这个是我们的光子灯，的话呢，先看我们的界面，这个1、2它是2个头子，就比如说你要2个头子同时操作的话呢，你就点这2个头同时亮就行了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灯光的调节，这个是红光，这是绿光，这个是蓝光。然后这个是模式的话，就 P1 的话它是一个一直亮的，然后 P2 的话它就会闪，然后越到后面闪的越快，它这个就是一个模式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是它的能量，先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这个现在是01，对不对？它这个是能量的选项。那调到10的时候，它的灯就会越来越亮。然后这个是一个 P1 模式，它就是一直亮灯。那 P2 的模式的话，你亮一下放一下。第3个就是这样子的，它的模式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超音波，超音波头的话呢，这个是它的一个，也是它的模式，就是持续模式、连续模式。然后这个是它的能量。然后调好能量之后，我们直接就是开始之后呢，然后我这个演示一下，就是它会有能量的输出，这个是做产品导入的。那如果说，那我给你看一下，能量越强，它的一个力度就越强，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根据客户接受度来调的。那这个是眼部超音波，眼部超音波头跟眼部超音波是一样的，只是面积大小不一样。这个是操作。然后下面这个是我们的产品刀的话呢，它这里要开始之后，这里会亮一下灯，但它还操作不了，要在这里长按。那长按之后它才会响一下，然后这时候再按。然后不要用了，直接关掉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我们电动微生头，的话也是直接在界面上控制的，按开始之后它会响一下，按开始之后它会震一下，这时候，然后呢，在这里去调，这里是档数调节。第3档的话能量就越强，然后这个的话是针头的那个出针的调节，就在这里去调。这个就是看你们操作的是哪个部位，这个针头需要调节到多少，这个的话因产品跟你操作的项目有关。好，那下面这个的话是我们的，这个头的话是我们的那个3级射频头。那我们的3级射频头这个头子，这个也是一个3级射频头，它这个是射频的啊，发热的。然后这个是 P1 也是它的一个模式，然后这个是能量越高热度越强。这个操作的时候不要在皮肤停留，都是要这样子加产品这样去滑动的，不然的话它热的话会持续在一块地方热。然后开始暂停。接着的话就是我们的泡泡笔，那我们泡泡笔的话呢，就是直接就是在屏幕上开始就行了的。但是呢，它这个下面第4个瓶子，第1瓶是要装泡泡液的，就是把这个打开，把这个瓶子拧下来要装泡泡液。那直接装好泡泡液之后，它才能操作的。然后直接按开始，之后呢，然后它就会出产品。要等一会儿，因为这个我们发过去的时候里面管子都是空的，那它可以出产品了。然后直接不要用了，直接关掉就好了。那这个是我们的冰头，那冰头的一个操作的话，也是直接在界面上选择。
开始之后这个能量的调节，就调的越高的话，它的一个自冷效果就会更冷。它这样子去调。下面这个是我们高周波。那我们高周波的话呢，开始之后呢，它这个你开始之后它是没有能量的，要在我们下方这里去调节。这个是高周波打开，那打开之后它才会有能量的，这里去打开，然后这个打开之后这里是越调越大，能量越来越强的，好，这样去调节。不要用的话就关掉，然后再在屏幕上去点击关掉。好，我们钻石微雕头的一个使用的话呢，它这里它是有这个是那个就是刮皮肤的这个，我们操作是怎么操作呢？就比如说有些客户他的一些脸上痘印痘坑非常明显，以及还有就是那个产后的妊娠纹，那直接就是用到这个头呢这样去磨，让它把这些坏死的皮肤给它磨坏。但是呢，我们磨的话呢要搭配产品的，就是搭配磨完之后呢要搭配生长因子，把它这样轻微的把它刮破皮，就轻微的刮破皮，这样子去轻轻带，把它直接磨烂之后呢。然后再涂生长因子，这个生长因子搭配，然后还要搭配一些就是防止一些黑色素沉着的一些产品，在皮肤就是痘印痘坑上就这样去磨就行了，给它磨到微微的渗血就好了，不要一次性磨得太厉害。然后的话呢，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排毒笔它的一个操作，这个头子切换过来之后呢，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排毒笔这里有一个孔，看到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之后你会发现它吸不上来的，因为它这里有个孔它漏气，你要按住这个，非常按住之后它就马上能吸了。然后我就放它就吸过来，我们操作的话要按住这个排毒笔，然后吸才可以，这样一放它就吸了，这样子的。用完泡泡笔的话呢，我们平时当天一定就是要清洁。清洁的话怎么清洁呢？就是打开这个盖子，然后把我们第4个这个装泡泡液的这个产品把它拿下来。拿下来之后呢，用旁边的清水换过来，一定是清水换过来，然后让它抽出来，让它这里流出来的清水为止。那清水之后呢，然后发现出来的是清水之后，然后你就马上把这个瓶子再抽开，让它干吸，直接这里不能出水为止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是因为泡泡液它这个等它干了之后，它会固化的话会堵住管道，到时候会影响到它的出泡，会直接用不了了。还有就是为什么清水也要清洁出来呢？因为清水的话，它你不抽掉的话，它会储藏这里面有很长一节，那它会产生一些就是滋生一些细菌，还有就是杂质，然后到时候的话你不用的话，它也会堵在里面。所以的话呢，要把泡泡跟水都要清干净，让它这管道保持清爽干净，那它这个使用寿命就会更长。还有就是用完我们的吸笔头也是同样的方法，就是隔1个月或者是1个星期也行，瓶子里面加50度的清水，50度左右的温水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就这样子把水循环调到最大，让这样压住吸一瓶子的水，因为它这管道里面肯定会有很多脏东西堵在这里面。那我们用温水冲的话呢，可以把这脏东西给它清理干净。清理干净的话，后期它不容易堵，然后这样有助于仪器的保养寿命会更长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我们用久了之后，如果说发现我们的这个吸力不行了，那就检查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胶圈是不是磨损了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吸笔头匹不匹配，是不是松了会漏气。然后还是不行的话呢，就看一下这个就调水把调气法有没有调节到位。那都检查完了之后呢，发现还是不行，那就检查一下我们后面有个废水瓶，因为我们经常要这个废水满了之后要倒水，倒水之后呢，它这个你没固定好，没拧好，它是会影响到吸力的，会直接没有吸力，因为机械泵会漏气，它没有固定好的话，有一块地方漏气，它就会影响到它的吸力没有吸力。那这时候的话要检查一下这个瓶子有没有拧好。